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1996年3月的一个下午，国营机械厂厂长办公室里，小王，厂里效益不好，你被列入下岗名单了。李厂长头也不抬地说道。小王愣了几秒，急切地问：厂长，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没什么好说的，决定已经下了。小王咬咬牙，声音有些颤抖：厂长，你知道我爷吗？李厂长终于抬起头，冷笑一声：你爷算什么货色？话音刚落，办公室里的几个中层干部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小王，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摇头叹息。就在这时，办公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厂里的老门卫张大爷匆忙推门而入，看到小王后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到李厂长面前，压低声音说：厂长，老首长来了，正往这边走呢。李厂长的脸色瞬间变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春寒料峭的1996年，对于东风机械厂的3000多名工人来说，这个春天比往年的冬天还要寒冷。这座建于1958年的国营大厂，曾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机械制造业的明珠。高耸入云的烟囱，日夜轰鸣的机器声，还有那些穿着统一蓝色工装、意气风发走在厂区大道上的工人们，构成了那个激情燃烧岁月最典型的工业画卷。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偌大的厂区里，2/3的车间已经停产，那些曾经昼夜不停的生产线现在静悄悄的，只有几台老旧设备还在勉强维持着运转。厂门口的宣传栏里，抓生产、保质量的标语已经褪色发黄，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下岗分流的通知。小王王志华站在第3车间的入口处，看着眼前这番萧条景象，心情五味杂陈。28岁的他在这里已经干了整整8年，从18岁的青涩学徒工，一步步成长为现在的3级技工。按理说，以他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表现，应该不至于被列入裁员名单。可是最近几个月，小王明显感觉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车间主任老张以前见了他总是笑脸相迎，现在却总是板着脸，爱理不理。更让他不安的是，上个月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时候，明明他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可名额却给了车间里的另一个工人。那个工人的舅舅正好是厂里的副书记，听说这次要裁掉1000多人呢。我在这干了15年，该不会也要走人吧？听说名单都定了，就等正式宣布了。车间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工人们，议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不安。整个场子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小王听着这些议论，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需要照顾，妻子刚生完孩子在家坐月子，3岁的儿子还要上幼儿园，房子的贷款还有10几万没还清。如果真的失业了，这一家老小该怎么办？小王，车间主任找你。班长老刘走过来，表情严肃地说道。小王心里一沉，这个时候找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放下手里的工具，跟着老刘走向车间办公室。车间主任老张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翻看一份文件。看到小王进来，他抬起头，眼神中有些复杂的情绪。小王，厂长办公室那边找你，现在就去。老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张主任，是不是？小王想要问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老张看了他一眼，
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摆摆手，去吧，别让领导等久了。从车间到办公楼的这段路，小王走得特别慢，平时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今天他却走了10几分钟。路上遇到的老同事们都朝他点头打招呼，但小王总觉得他们的眼神有些异样，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办公楼是厂里最气派的建筑，5层高的红砖大楼，在这个小城里也算是地标性建筑了。小王走进大楼，电梯已经停运了好几个月，只能爬楼梯上3楼。3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沉的说话声。小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敲门。进来。推开门，小王看到了一个让他心里彻底凉透的场面。办公室里不只是李厂长一个人，还坐着好几个厂里的重要领导，人事科长王科长，工会主席赵主席，副厂长刘副厂长，甚至连党委书记也在。这种阵仗明摆着不是什么好事。小王，来，坐下说话。李厂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听起来很平静，但小王能感觉到那种强压着的严肃。李振华今年51岁，3年前从市里调过来当厂长的，听说以前在机关工作，雷厉风行，很有魄力。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对他抱有很大期望，觉得终于来了个能干事的领导，能带着厂子走出困境。可是这3年下来，厂子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订单越来越少，工人越来越多，账上的钱越来越紧，到现在已经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全额工资了。小王，你在咱们厂干了多少年了？李厂长翻着手里的档案袋，头也不抬地问道。8年了，厂长。小王老老实实的回答。这8年来，你觉得自己的工作表现怎么样？小王仔细斟酌了一下用词，我觉得还算不错，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差错，技术上也在不断学习进步。李厂长点点头，然后合上档案袋，抬起头直视着小王的眼睛。小王，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办公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几个领导都停止了手头的动作，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厂里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订单少，效益差，工人负担太重。李厂长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小王的心上。上级指示，必须进行人员分流，减员增效。听到人员分流这4个字，小王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紧紧握住椅子的扶手，等待着那个可能改变他命运的宣判。经过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你被列入这次分流的名单。李厂长的话说得很直接，没有任何修饰。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小王的脑袋上。他感觉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一阵发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8年，整整8年的青春年华，就这么被一句话给抹杀了。厂长，为什么是我？小王的声音有些发颤。我的工作表现一直都不错啊，从来没有违反过厂规厂纪，技术水平在车间里也排得上号。人事科长王科长这时插话了。小王，你要理解厂里的难处，现在不是看个人能力的时候，是整个企业的生存问题。你年轻，出去找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应该多为厂里的大局考虑。大局，小王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一些。我为这个厂子奉献了8年青春，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我这8年算什么？
李厂长有些不耐烦了。小王，现在全国的国企都在改革，都在减员分流，这是大势所趋，不是针对你个人。厂里会按照政策给你相应的补偿，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相应的补偿，小王心里苦笑，那点补偿金能干什么？够还房贷吗？够养活一家老小吗？够孩子上学吗？厂长，我求求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小王几乎是在哀求了。我可以降工资，可以调到别的岗位，什么苦活累活我都愿意干。小王，决定已经做了，就不要再纠缠了。李厂长显然不想再多费口舌，明天你就可以去人事科办理相关手续。看着李厂长那张冷漠的脸，小王心中的愤怒和绝望交织在一起，8年来的委屈、不甘、失望，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他想起了小时候爷爷跟他说过的那些话，想起了家里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想起了爷爷眼中谈到这个厂子时的那种特殊神情。小王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李厂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厂长，你知道我爷吗？这句话一出口，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几个年纪较大的中层干部互相看了看，眼神中都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表情。人事科长王科长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工会主席赵主席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副厂长刘副厂长更是直接转过头来看着小王。只有李厂长依然是那副不屑一顾的表情，他冷笑一声，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讽刺：你爷算什么货色？这句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小王的脸上。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双手紧紧握成拳头，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李厂长，这话说的，人事科长王科长终于忍不住开口，但话说到一半又停住了，显然是想到了什么。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吗？李厂长一脸不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老辈子的事情来说事？有本事就凭本事说话，找什么借口？工会主席赵主席低着头，假装在翻看手里的文件，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内心的不安。副厂长刘副厂长则是一脸的尴尬，眼神飘忽不定，似乎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小王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和愤怒，他想起小时候爷爷抚摸着他的头，骄傲地跟他讲述那些关于这个厂子的往事，想起爷爷眼中的自豪和深情，再看看现在这些人看他的眼神，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爆发出来。李厂长，王志华同志的爷爷，当年在咱们厂。副厂长刘副厂长终于鼓起勇气想要说点什么。当年怎么了？李厂长打断了他的话。当年的事情能代表现在吗？能力不行就是能力不行，别找这些有的没的借口。听到李厂长这么说，办公室里几个老同志的脸色都变了。人事科长王科长作为厂里的老人，对厂史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他知道小王爷爷的身份绝不简单，可是看到李厂长那副强硬的态度，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小王看着眼前这些人的表情，心里更加愤怒了。从小到大，爷爷从来没有跟他详细说过当年的事情，只是偶尔提起时会说年轻时在厂里干过几年。但是每当说到这个厂子，爷爷的眼神总是很特别，那里面有骄傲，有眷恋，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小时候，小王曾经问过爷爷：爷爷，您在厂里干什么工作啊？爷爷总是笑着摸摸他的头，说：就是普通的技术工作，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小王记得家里有个柜子，
爷爷从来不让他动。有一次他偷偷打开过，里面放着一些发黄的证件和奖章，还有一些他看不懂的文件。爷爷发现后并没有责怪他，只是把东西重新收好，然后对他说，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现在小王已经28岁了，可是对于爷爷的过去，他依然了解的很少，只知道爷爷1962年离开了这个厂子，后来去了北京工作，直到退休才回到这里。李厂长，您真的不知道王建国是谁吗？工会主席赵主席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听到王建国这个名字，李厂长愣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刚才的表情。王建国，没听说过。再说了，就算是什么人物，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看的是现在的表现。赵主席还想说什么，但被王科长用眼神制止了。现在这种情况，多说多错，还是少说为妙。小王看着这些人的表情，心里更加困惑了。看起来爷爷在这个厂子里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可是具体是什么地位，为什么李厂长不知道，这些老同志却都有所了解呢？就在这时，办公室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开始只是很轻的脚步声，但渐渐的变得清晰起来，而且还伴随着一些低声的交谈。确定是这个办公室吗？确定。厂长正在里面开会，那我们进去吧。脚步声在办公室门口停下了，然后传来了敲门声。进来。李厂长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显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被打扰。门被推开，厂里的老门卫张大爷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张大爷今年快70岁了，在厂里工作了40多年，从建厂的时候就在这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资格。平时大家都很尊敬他，叫他张师傅。张大爷进来后，先是扫视了一圈办公室里的人，当他的目光落在小王身上时，脸上露出了一种很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理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然后他快步走到李厂长面前，压低声音说道，厂长，有位老首长来了，现在正往这边走呢。老首长？李厂长一脸疑惑，哪位老首长？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有领导要来？张大爷看了看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又看了小王一眼，然后回答道，是4年前来过咱们厂的那位老首长，您可能不记得了，那时候您还没调到咱们厂。听到这话，办公室里几个老同志的脸色都变了。人事科长王科长猛地站了起来，工会主席赵主席手里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副厂长刘副厂长更是直接走到了窗边，往下面看去。4年前，李厂长还是一头雾水，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只是在门口问了问小王在不在厂里，然后就往这边来了。张大爷说着，又看了小王一眼，张师傅，那位老首长还要多久能到？王科长急切地问道。快了，应该已经上楼了。张大爷回答。听到这话，李厂长赶紧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对在场的几个人说，你们都听着，一会儿谁都不许乱说话，等我来安排。说着，他又看了小王一眼，眼神中有着复杂的情绪。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小王坐在椅子上，感觉就像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走廊里传来了缓慢而稳重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有节奏，每一步都踏得很实，听起来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即使隔着办公室的门，里面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办公室门口停下了，然后
门被轻轻敲响，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度，仿佛每一下都敲在场每个人的心上。李厂长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请进。办公室的门被缓缓推开，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小王感觉时间都静止了。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缓缓走进了办公室。老人大约70岁左右，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腰板挺得笔直。虽然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精神矍铄，特别是那双眼睛，即使在昏暗的办公室里也显得格外有神。他的穿着很朴素，但是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天然的威严。那种威严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而是长期身居高位，见过大场面之后自然形成的气质。看到这位老人进来，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连平时最高傲、刚才还在大发雷霆的李厂长也赶紧起身迎接，那副恭敬的样子和刚才判若两人。王老，您怎么来了？没有提前通知啊？李厂长快步走到老人面前，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紧张。小王看着眼前这一幕，完全懵了。刚才还对他不屑一顾、趾高气扬的李厂长，现在在这位老人面前简直就像个小学生，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和刚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人没有立即回答李厂长的话，而是缓缓环视了一圈办公室，目光在每个人脸上都停留了一下。当看到人事科长王科长时点了点头，看到工会主席赵主席时也轻微地示意了一下，最后目光定格在小王身上。小王在这里。老人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在的。李厂长赶紧回答，声音里带着颤抖。王老，您找小王有什么事吗？需要我们回避吗？老人摆摆手，示意不用，然后径直走向小王。小王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位陌生却又威严的老人走到自己面前。你就是小王？王志华。老人停在小王面前，仔细地打量着他。是的，老首长。小王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只能学着别人的叫法。老人点点头，然后转身看向办公室墙上的长石展示板，那上面贴着工厂建立以来各个重要时期的照片，记录着这个工厂近40年的发展历程。这些照片还在啊。老人走到展示板前，仔细地看着那些有些泛黄的老照片。李厂长和几个中层干部都紧张地跟在后面，不知道这位老人想要做什么。办公室里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只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老人在一张黑白照片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张1958年建厂时的合影。照片有些模糊，但还能隐约看清上面站着10几个人，都穿着那个年代典型的工装，表情严肃而充满斗志。老人凝视着这张照片很久，脸上露出了回忆的神色。过了一会儿，他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影问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这是1958年建厂时拍的，是当时厂领导班子和主要技术骨干的合影。李厂长赶紧回答，声音中带着讨好的意味。老人没有说话，继续仔细地看着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很模糊了，很难清楚地辨认出具体的人物特征。过了一会儿，老人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影说：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李厂长和几个中层干部都凑过去看，但那张照片实在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具体的人物面貌。这个时间太久了，
照片质量也不好，确实看不太清楚。李厂长如实回答，但心里却在猜测老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老人慢慢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停在李厂长身上。刚才我在外面听到你们在讨论人员分流的事情。李厂长的心咯噔一下，他突然意识到刚才办公室里的对话可能被外面听到了，想到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特别是你爷算什么货色那句，他感到后背一阵发凉。是的，厂里确实面临一些困难，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李厂长硬着头皮回答，声音越来越小。小王也在分流名单里。老人继续问道，语气依然很平静，但李厂长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李厂长看了看小王，又看了看其他人，最后点了点头。是的。老人点点头，然后走到办公桌前，看了看桌上摊开的文件。李厂长赶紧把那份分流名单递给他。老人接过名单，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把名单轻轻放在桌上。他抬起头看着李厂长，问道，你知道当年建这个厂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李厂长摇摇头，我是3年前才调过来的，对厂里的历史了解不多。老人点点头，然后缓缓开口，1958年正是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时候，这个厂子从规划到建成投产只用了8个月时间。那时候的条件很艰苦，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机械设备，很多工作都要靠人工来完成。老人说着，眼中露出了深深的回忆。那时候的建设者们为了让厂子早日投产，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很多人甚至直接睡在工地上。我还记得第一台主要设备安装调试成功的时候，在场的工人们都激动地哭了，那种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自豪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办公室里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敢打断。小王听着这些话，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建厂的时候，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他是技术员，也是工程师，更是这个厂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东风机械厂。老人继续说道，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敬意。李厂长听得很认真，但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说这些。那个人的孙子现在还在厂里工作。老人说到这里，看了小王一眼，听到这句话，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李厂长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人事科长王科长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工会主席赵主席手里的茶杯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副厂长刘副厂长更是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只有小王还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看看老人，又看看其他人震惊的表情，心中的困惑更深了。老人缓缓走向小王，站在他面前，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你爷爷还好吗？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让小王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这位威严的老人竟然认识他的爷爷，而且从他的语气来看，对爷爷似乎很了解，很尊敬。我爷爷他身体还行。小王结结巴巴地回答，脑子里一片混乱，替我向他问好，说他的老战友来看了。老人说着，眼中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老战友？小王更加困惑了。这时，人事科长王科长再也忍不住了，他颤抖着声音问道，王老，您说的那个技术员，难道是？
就在王科长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老人点点头，对，就是王建国。听到这个确认，办公室里彻底炸了锅，老张激动的眼圈都红了。王工程师，我想起来了，我刚进厂的时候，就是王工程师带我入的门。王工程师离开厂子的时候，我还在现场呢。人事科长王科长也回忆起来了，那时候厂里好多人都舍不得，还专门开了欢送会。但小王心里的疑问更大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能让这位老首长如此重视？老人看出了小王的困惑，缓缓开口：孩子，你对你爷爷了解太少了。王建国不是普通的工程师，他是国家的功臣。说着，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发黄的任命书。1958年，王建国同志被任命为东风机械厂总工程师，同时承担一项绝密任务，为国家核工业项目生产关键设备零部件。核工业，小王瞪大了眼睛。没错，老人的声音变得庄重起来。当时正值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要发展自己的核工业，所有设备都必须自主研发、自主生产。东风机械厂虽然表面上是普通机械厂，实际上是国家核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李厂长听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工厂竟然有着如此重要的历史。你爷爷当时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同时也是核设备零部件的设计负责人。老人继续说道，从1958年到1962年，你们厂生产的设备零部件为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做出了重要贡献。说到这里，老人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枚奖章，那是一枚造型独特的纪念章，上面刻着2弹1星功勋的字样。这是你爷爷的。老人将奖章递给小王。王建国同志是2弹1星功勋人员，国家一等功臣。小王接过奖章，手都在颤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爷爷竟然是2弹1星的功勋人员，这可是国家最高荣誉啊！办公室里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李厂长更是面如土色。他现在完全明白了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1962年，国家调你爷爷到北京，参与氢弹的研制工作。老人继续讲述，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技术资料都整理好，交给了厂里，希望即使他走了，这里的工作也能继续进行下去。那您和我爷爷？小王问道。我当时是负责核工业项目协调工作的，你爷爷是我的重要合作伙伴。老人的眼中露出了回忆的神色。我们一起为国家的核事业奋斗了好几年，是真正的战友关系。在北京的那些年，你爷爷主要从事氢弹的设计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老人接着说，退休后他本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但他选择回到这里，说是想落叶归根。小王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爷爷从来不愿意详细说过去的事情，这些都是国家机密，即使现在，很多细节也不能随便说。老人解释道，你爷爷一直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从来不向家人透露工作内容。可是今天，小王想起今天的遭遇，老人的脸色严肃起来。今天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在厂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人侮辱了你爷爷。李厂长听到这里，感觉天都要塌了。他想起自己说的那句你爷算什么货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李厂长，老人转向李厂长，声音冰冷，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意味着什么吗？你是在侮辱一位为国家和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侮辱一位国家一等功获得者。李厂长双腿发软，险些跪倒在地。王老，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可以随便侮辱别人吗？老人的语气越来越严厉。你身为一厂之长，连自己厂子的历史都不了解，连建厂功臣都不认识，你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王老，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改正。李厂长颤抖着哀求。老人摆摆手，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事情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至于后果，你自己承担。然后老人转向小王，孩子，关于今天的分流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小王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然后坚定地说，老首长，我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这里工作，不希望因为爷爷的关系得到特殊照顾。如果我的工作能力确实不行，我愿意接受分流，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希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老人满意的点点头，好孩子，有骨气，你身上有你爷爷的影子。这时，副厂长刘副厂长突然开口，王老，关于小王的工作能力，我可以作证，他确实是我们厂里的技术骨干，这次被列入分流名单，主要是他看了李厂长一眼，没有继续说下去。老人明白了，我知道了，小王，你先回去工作吧，记得替我向你爷爷问好，告诉他，老朋友们都很挂念他。对了，老人又想起什么，你爷爷那里有没有保留一些当年的工作资料、技术图纸之类的？有的，他有个专门的箱子，里面保存着很多当年的东西。小王回答，那些资料很珍贵，如果可能的话，让我看看，说不定对厂子的技术改进有帮助。老人说道。小王点点头答应下来。老人离开后，李厂长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最后对在场的人说，分流名单重新制定，小王的名字从名单上撤下来。当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张专门找到小王，小王，厂长让我通知你，分流的事情取消了，你可以继续正常工作。下班后，小王急匆匆地赶回家，推开家门，他看到爷爷正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个从来不让他碰的老旧皮箱，还有一些泛黄的照片和文件。爷爷，今天厂里来了位老首长找我。小王直接说道。王建国老人点点头，我知道，他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孩子，今天你受委屈了。爷爷，为什么您从来没告诉过我？您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人员。小王看着茶几上的那枚奖章问道。王建国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没必要到处宣扬。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而不是依靠我的光环。可是今天，如果不是那位老首长来，我就真的要失业了。小王说道。孩子，你要明白一个道理。爷爷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靠别人的庇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真正的本事还是要靠自己去学、去练。我当年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不是因为什么特殊身份，而是因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说着，王建国老人从箱子里取出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这是我当年的工作记录，里面有很多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虽然现在技术更新了，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如果你真的想在技术上有所成就，就好好研究这些资料。小王接过笔记本，翻开第1页，
上面是工整的钢笔字。1958年3月15日，东风机械厂成立。今日开始，我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为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王建国。看着这些字，小王感到一阵震撼。那个年代的人们有着多么纯粹的理想和信念。爷爷，我明白了，小王郑重地说道，我会好好工作，不给您丢脸。记住，孩子。王建国老人拍拍孙子的肩膀，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良心，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抬得起头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小王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爷爷的工作笔记，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半年后，厂里选拔技术骨干去北京进修，小王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入选。而李厂长在那次事件后不久就被调离了东风机械厂。临走时，他专门找到小王诚恳地道歉。小王，当初是我错了，我为我的无知和傲慢向你和你爷爷道歉。小王平静地接受了他的道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重要的是我们都从中学到了什么。多年以后，小王成为了东风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在他的带领下，厂子重新焕发了活力。而在厂史陈列室里，王建国的照片被重新悬挂在显著位置，下面写着一行字：东风机械厂奠基人，2弹1星功勋人员。那句你爷算什么货色，也成为了小王一生的动力。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更加努力地证明他的爷爷，他们一家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时光荏苒，当小王也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他经常会对年轻员工们讲述爷爷的故事。他会告诉他们，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于家世背景，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也会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和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们，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才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而每当说起爷爷王建国时，小王的眼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和敬意。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最大的荣誉，就是成为这样一位英雄的孙子，并继承了他的精神品格。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他们的精神和品格都会传承下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